叶枫走出了丽娜隐居的山谷后，决定回到家中探望妹妹。他需要了解更多关于妹妹的情况，尤其是她与命运之石的牵连。到家后，他发现妹妹躺在床上，脸色虽然苍白，但神志清明。叶枫紧张地坐到妹妹的床边，握住她的手，问道：“妹妹，你感觉如何？之前你有没有接触过什么不寻常的物品，尤其是任何古老的遗物？或许是你在玩耍或清理家中时无意中发现的。”妹妹咳嗽了一下，用微弱的声音回答：“哥哥，我感觉身体很乏力，像是所有的精力都被抽走了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在一个古玩街上游玩，我发现了一个小摊位，那里有许多古老的物品，但有一样东西特别吸引我，那就是那块深绿色的石头。它并不是特别显眼，但我总感觉那石头在召唤我，所以我好奇地拿起来观看把玩。而后我的身体渐渐地感觉到虚弱，叶枫的心脏猛烈地跳动，命运之石的线索变得更加清晰。妹妹，你还记得那个摊位的位置吗？或者那个摊主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妹妹努力回忆，然后说道：“我不太记得那个摊位的确切位置了，但摊主是个看起来很普通的老人，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。”叶枫点点头，心中已经有了计划。妹妹，现在我知道了足够的信息，那块石头很可能就是导致你现在这个状况的原因。我会找到解决的办法，并且会去古玩街查一查，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老人，了解更多关于这块石头的事。妹妹轻轻握了握叶枫的手：“哥哥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办法的。”叶枫微笑着安慰妹妹：“一定可以的，妹妹，你先好好休息，保持心情舒畅，我会尽快解决这个问题，然后让你恢复健康。”叶枫离开妹妹的房间，准备了必要的物品，就踏上了前往古玩街寻找那个神秘老人的旅途。古玩街是个迷人的地方，充斥着来自各个时代的宝物和杂物，每一件物品都似乎承载着故事和秘密。叶枫的目标是在这众多摊位中找到那个出售命运之石的神秘老人。抵达古玩街后，叶枫开始沿街巡查，仔细观察每一个摊位和摊主。由于之前从未来过这里，加之街道上人来人往，使得这个任务变得相当艰难。在差不多走遍了整条古玩街，即将放弃的时刻，他的目光被一个偏僻的角落摊位吸引。那里坐着一个看起来岁数很大的老人，摊位上摆满了看起来珍奇古怪的物品，与叶枫妹妹描述的场景非常相似。叶枫走进那个摊位，决定尝试询问老人：“大爷，打扰一下，请问您之前有卖过一块深绿色的石头吗？它可能是一件非常古老的物品。”老人抬起头，眼神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，仔细打量着叶枫。过了一会儿，缓缓开口：“年轻人，你为何寻找他？”叶枫没有隐瞒，将妹妹的情况和自己的目的坦诚相告给老人听。听完叶枫的话后，老人沉默了一会，然后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可惜你来晚了一步。那块石头昨天刚刚被人买走了，是陈家的人。”陈家？叶枫紧张地问：“您能告诉我更详细的信息吗？这对我真的非常重要。”老人点了点头，似乎对叶枫的焦急态度感到同情。陈家在这城里是出了名的富有且喜欢收藏古物的家族，他们家的少爷陈宇就是昨天买走那块石头的人。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家的地址，但那块石头对你们来说可能都不是好事。叶枫记下了陈家的地址，非常感谢你，大爷，我会去陈家一趟。叶枫赶到了陈家，外观看起来相当豪华，门前站着几名身材魁梧的保安。一个保安走上前来，用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叶枫，并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来这里有什么事？”叶枫知道自己的穿着可能并不显眼，于是平静地回答：“我叫叶枫，我来找陈家的陈宇少爷有重要的事情讨论。”保安听后，目光中流露出一丝不屑，并冷笑一声：“像你这样的人，陈少爷怎么可能会见你？请离开，否则我们不介意采取措施。”叶枫心中虽然有些焦急，但他知道此刻生气并无益处，于是他尽量保持镇定。“我知道我看起来可能不够格进入贵宅，但我所要讨论的事情确实非常重要，它关乎一条人命，也与贵宅少爷购买的一件物品密切相关，请你们转告一声，
我相信陈少爷会想听听的。保安们相互对视了一下，显然叶枫的话引起了他们的好奇。等等，我去通报一下。待了大约10分钟，保安回来，陈少爷愿意见你，跟我来。言罢，他领着叶枫穿过豪华的庭院，来到陈家的客厅。在客厅里，陈宇正坐在一张精致的沙发上。陈宇看着叶枫，好久不见了，叶枫，我倒是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次见到你。叶枫心中一紧，原来陈宇就是陈少，这下事情有点难办了。陈少，确实有段时间没见了，我们在这样的场合相遇，的确让人意想不到。陈宇的眉头微挑，一抹微不可察的笑意悄悄掠过脸庞。叶枫，你给了我一个惊喜，毕竟当时的小小碰撞，谁会料到你会在江城掀起这么大的风浪？陈少过誉了。叶枫微微一笑，试图将话题引向更加中性的方向。我只不过是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。陈宇眯起了眼睛，盘算着如果要想让叶枫对陈家效力，必须得采取更加巧妙的手段。说吧，你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？叶枫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知道接下来的话题可能会让整个局面变得更加复杂，但为了妹妹，他不能退缩。是关于命运之石的事情，那块石头对我很重要，它关系到我妹妹的生命。陈宇闻言，脸色略微一变，不过很快他就恢复了平静，微微一笑。命运之石？我怎么会知道什么命运之石？叶枫急忙地说，昨天陈少在一个古玩街上买走了一块深绿色的石头，那应该就是命运之石。陈宇微微点点头，昨天我确实在古玩街上购得了一块深绿色的石头，但我并不知道你所说的命运之石是什么，我只是觉得那块石头颇有些古雅之美，便买了下来。但现在我对这块石头产生了一些兴趣，你说它关系到你妹妹的生命，能否详细说说？叶枫沉默了片刻，随后详细地向陈宇解释了妹妹接触命运之石后体弱多病的情况，以及根据他所了解到的信息，命运之石可能隐藏着某种奇特的力量，与他妹妹的病情密切相关，所以我急切地希望得到那块石头，也许它能帮助我找到治愈妹妹的方法。陈宇听后陷入了沉思，这便是一个好机会，让叶枫紧紧地绑在陈家身上，为陈家做事。叶枫，他缓缓说，既然这块石头对你如此重要，我自然愿意施以援手，但在江城也没有不劳而获的事，你我都明白这个道理。叶枫点了点头，表示理解。他知道陈宇不会无缘无故地帮助他，肯定会有所要求。请陈少明言。近日，陈家与江城的几大家族之间因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发生了一些摩擦，我需要一个能在这些家族之间游刃有余解决问题的人。叶枫沉默了片刻，这个要求并非像他预想的那么简单。陈少，我可以尝试，但我需要知道更多的具体情况，以及陈家希望达成怎样的结果。陈宇放下茶杯，你很清楚，江城的权力结构一直十分复杂，尤其是那几大家族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。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寻找可以对抗陈家的底牌。叶枫精神一振，陈少，请您直说，具体需要我做什么？陈宇继续说，近期我们发现那些家族开始暗中联络，试图探查甚至窃取陈家的秘密，特意培育武者准备对付陈家。叶枫听后轻叹一声，他很清楚这种权力斗争将会多么血腥复杂。陈少，你需要我如何介入？陈宇点点头，很简单，用你的身手去瓦解他们，使他们没有对抗陈家的武力。叶枫轻叹了一声，陈少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尽力而为的。叶枫有对妹妹治愈的期望，他知道必须处理好陈家交代的任务，接下来他将迈入一段充满矛盾与计谋的江湖旅程。叶枫离开陈家庄园后，立即开始着手筹备，准备前往温家武者集结地，这是江城其中一大家族的私人训练地，传闻那里汇聚了江城的部分高手，是个试探各家族实力的关键地点。深夜，叶枫抵达温家训练场，隐约可见灯火通明，偶尔传出击打练武的声响。他穿梭在阴影中，像猎豹一般迅捷无声。不久，
他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观察点。叶枫观察着场中的武者们，有的正练习拳法，有的配合练习刀剑，每个人都浑身散发着强大的气势。他决定以挑战者的身份亮相，这是他打算瓦解他们对抗陈家武力的第一步。为了不透露出身份，叶枫身穿黑衣忍者服，头戴小丑面具，走出了阴影，大步走进训练场中央，发出挑战：我是小丑忍者，今晚我来此是为了挑战温家的武者们，有谁愿意接收？他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场地，惊动了所有人，场中顿时沸腾。一时间，所有眼光都聚焦在叶枫身上，武者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相互间议论纷纷。温家的一个负责人，一名精壮的中年武者走了出来，他的眼神中既有几分审视，也有几分戒备。你单独一人，却来我温家挑战，可知我温家之强？叶枫点了点头。武道争锋，非比量能决高下，我以一人之力，只为寻找对手，但求一败。中年武者研究了叶枫一番，最终点头：好吧，既然你渴望一战，温家自当奉陪。允文，来试试他的实力。从人群中走出一位身材矫健、年轻貌美的武者，名为允文。他身着练功服，眼中闪烁着斗志。两人相隔数米站定，旁观的武者们自发地围成了一个圈，都想看看这场突如其来的对决。叶枫和允文立于场中，气氛一时间紧张起来。允文深呼吸一口气，低垂的身体突如弹簧般释放，他第一个动了。温家剑法流云式，允文身形在夜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手中的木剑迅速斩向叶枫的左侧。叶枫侧身一转，轻描淡写地避开了这一剑。他回以阳气掌，这是他在练习阳光之剑时领悟出来的，将阳光之力运用在手掌上，发出极其阳刚的猛烈掌力。允文顿时感到每一击都如同泰山压顶，让他不得不后退几步。众人见此，纷纷惊叹。允文深知自己不能被动挨打，现出了真本事。他一声怒吼，使出了家传的断崖落叶，欲在战局中扭转颓势。这一招剑法以其突如其来、翻天覆地的力道闻名，但是叶枫早已准备应对，从稳如泰山到灵动如水，将攻势一一化解。但最终，叶枫凭借着深厚的内力和多样化的武技，逐渐占据了上风。叶枫巧妙地击中了允文的武功要穴，使他动弹不得，并且用气劲封住了他的右手，使其右手无法聚气出力，短期内算是废了。然后，负责人大师傅脸色阴沉，他没想到温家的优秀武者允文居然败在了一位神秘挑战者手下，并且对方还是一位自称小丑忍者的人物。大师傅怒气冲冲地走到场中央，目光如炬般盯着叶枫。小丑忍者，你的武功不错，但允文是我温家的将来，你竟然残忍地废了他的手，这笔账我们温家必须跟你清算。他语气冰冷，并且战意满满。叶枫知道自己今晚的行动可能会引发一些后果，但为了妹妹，他不得不冒这个风险，只能暂时以恶人形态来对付他们，引起他们的愤怒，进而与自己对战。在武道争锋中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重伤，只能怪自己的学艺不精，怪不了任何人。叶枫的语气虽然平和，但内心却有些忐忑。大师傅眼中闪过一丝怒气：小丑忍者，既然你如此执着，那就用你的武功来赎罪吧。我要亲自领教你的本事，看看你究竟拥有什么样的实力，竟能在温家放肆至此。说罢，大师傅欲一步冲向叶枫，攻势凌厉至极。叶枫眼见对方攻来，知道大师傅的实力非同小可，远在允文之上，瞬间提升警惕。狂风破浪拳，大师傅低吼一声，连续的拳风如同狂风般袭来，每一拳都带有音爆之力，拳风所到之处，空气都为之震颤。叶枫应对自如，他的身体在夜色中几近透明，他运用幻影步，在大师傅的攻势中穿梭自如。随着大师傅攻势的连续发动，叶枫的身法愈发灵活，他开始寻找机会反击。叶枫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他发现了大师傅的招式间的微小破绽，他的身形忽然加快，黑色忍者符的作用下，仿佛将周围的夜色都融入了身体，变得更加难以捕捉。大师傅的每一拳越打越重，
却始终无法触及叶枫分毫。在大师傅一个稍显疲态的回旋重拳后，叶枫找到了破绽，他的身体如同一道闪电，瞬间突进大师傅的防御圈。他的右手轻轻触及大师傅的胸口，内力倾吐，使用了阳气掌。这一掌内含阳刚之气，精准击中大师傅的内气运转要冲，使其瞬间感到全身气血翻涌，动弹不得。估计没休息个半年，内伤是无法痊愈的。叶枫站在训练场中央，环顾四周，虽身穿黑衣，戴着小丑面具，但他的身姿气势都显得格外明显。他刚刚通过自身的实力，成功的瓦解了温家对抗陈家的武力，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。他深知这仅仅是个开始，江城的水很深，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底牌和实力。接下来，他慢慢的往吴家的方向走去。